然后你对你现在的班不满意，我会说这是你的问题，你要有能力去摆脱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环境啊。温水煮青蛙，青蛙为什么不跳走啊？青蛙就跳不走，还是说怎样怎样？今天来个生命斗士青蛙，它就跳走了，对啊吼。你要有那个能力吼，去精进你的行为，精进你的技术，精进你的实力，来摆脱一个你不喜欢的环境。你说公司压榨你，你说老板很无脑，你说那个主管很情绪化，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只能在这个环境哦？我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东西来要求我自己哦。我就说，我现在领这个薪水很单纯，就因为我废哦，那就去学嘛，就去撞啊，就去认识人嘛，然后想办法去提。结果那个本业收入是这样，我的感受我讲给你听啊。这期八卦聊那么多有没的啊，算了闲聊哦。那就是说我的感受是这样啊，因为我废好，那我就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哦，来个弯道超车，那该付出的时间、成本、精力，那我也去弄好，就弄。然后我发现，在职场中付出努力的 CP 值超级高，超级高哦。那可能有我们公司自己的问题啊，但我观察到的事情是说，在职场中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怎么努力。真的哦，这不好听，但我讲出来的话，不中听啊。但我观察到就是这样哦，都不怎么努力，相当于说，你只要努力一点，你很容易会超过他们。越晚买房真的越有利吗？用投报率公式告诉你为什么先买股反而不太划算。先说结论哦，如果你的年化投资报酬率低于33.5%，那你就最好先买房子。因为这样你的投报率才会是最高。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想当工程师的房东，你应该要买哪里？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越晚买房是否越有利哦。这次我们来聊一个 PTT 上看到的问题哦，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闲聊越晚买房是否越有利哦？那它算法是不看不动产哦，只计算那个流动资产，所以房屋没有卖，也不打算增贷哦。得到的结论是，工作15年后买房，比工作10年后买房更容易达到退休门槛。原因是买房后还留有足够的现金股票继续投资，然后他有附一张表这样哦。这张表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它红线是10年买房，绿线是15年买房，黄线是都不买房。然后他算的是现金加股票的收入，那这三条线就是红线爬最慢，绿线次之，黄线爬最高，这样，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是15年后买房会更划算哦。好，先说结论，这张图有问题，有问题。你工作15年以后你才买房，你手上的钱当然比较多啊，所以绿色的线爬得比红线还高，但同时你还会遇到的问题是15年之后的房价呢？对啊，那这个很大几率是比10年后的房价还要再贵的，这个没有算进去的话，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我也不懂说他怎么敢假设他这个股票连买35年都不会赔钱，这就是回测这一派嘛，回测就是套进以前的历史数据，然后他们自己一直去踹出一个赚钱的模型，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模型未来都没有问题这样哦。那这个事情，股票连涨35年哦。这个事情，巴菲特也不敢这样子讲哦，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房子越早买越好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说为什么越早上车越好。你不是很喜欢讲说股票涨多少涨多少？好，那我们就来算哦。好，我们现在来算出租的投报率。现在你租房子的投报率，你就不要抓5%哦，你就抓3%就好，袅袅的3%，对不对？3%做股票的人，一年3%，做股票的人根本看不起你哦。然后你看这篇新闻哦，据国际知名房地产顾问来访公布的2024年第2季全球房价指数，台湾的房价年涨幅11.9%，全球排第4。那台湾的2024房价涨幅速度全世界第4，你换个说法叫太阳系第4哦。好，那我知道你会说这个是不是不准哦？最近涨太凶哦按诺多按诺。好，那我们直接砍半了，我们就算6%。那我们现在得到2个数字租屋房子的投资报酬率3%，跟房价的涨幅6%。那我们还差一个数字，就是房贷的利率。我们也不用算什么新青案了，就以这个新闻公布的利率来看，直接来算2.3%。好，那现在可以来算投报率了买房的投报率等于租屋的投报率加房价涨幅减掉房贷。
OK， 好，就3%加6%减2.3%等于6.7%。好，那看到这个投报率是不是看空一族狂喜，就想说那我干嘛买房子？投报这么差，怎样又怎样别急还没算完啊。你第一间房子是首购，所以你只要拿出2成的钱，意思就是你可以开5倍的杠杆，就1000万的房子你拿200万嘛。那6.7%乘以5倍33.5%。好，这个就是首购的很普通的投资报酬率表现。那台股的表现怎么样我们看这个新闻2024年台股大盘涨幅达27.89%，台股基金平均报酬21.57%，台股 ETF 平均报酬19.18%。那我们刚刚算出来，你是首购的话多少？33.5%。如果你是现在第7波信用管制之后的第2屋5成，那你就是除2，对啊，你除2的话还有16多呢你看我用最宽松的算法你只要是首购身份跑赢大盘还不用加上我们的那种什么看废墟，然后去买来整理改，然后有了没的它的报酬还可以再往上拉一大截。那我讲的就是2024年2024年是经济好的一年那股市表现都非常的好 OK， 狂涨中的大盘，那你那个首购身份还是轻轻松松就赢了，你不用干嘛，你就是用首购身份买一间房子有新鲜就用新鲜，就这样就好了。最后你要知道，在台湾首购的报酬无人能敌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这个数字，就是说如果你投资股票的年化报酬率低于33.5%，那你应该买房子至少你第一间房子的投报率一定是打赢你的股票那如果你的年化报酬率能够高于33.5%，那你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你要买房子干嘛你如果做股票，你有办法做到什么1年50%去啊？如果你做虚拟货币，你有办法做到什么1年500%去啊？你来做这个房子干嘛什么你做期货超强去啊那个致富之路百百种那像我这种中产阶级，我这种凡夫俗子，我这种平凡背景，我这种输不起的我们就做房子就好了那房子是我的致富之路那不一定是你的致富之路举个例子，郭台铭对不对？他就不炒房你想想看，郭台铭如果他来炒房，他可以把台湾的房子炒成什么样子？对啊，他一个人呢，对不对？什么1年缴完税股利92亿，我看他可以买一个镇那3-5年就可以买一个镇，就这样他如果来炒房，那我们大家就洗洗睡不用玩那他就说什么要赚技术的钱一次又一次的赚，他就是不炒房OK， 为什么？因为他做生意的投资报酬率远远高于这个房地产投资嘛，所以他去做生意，这是一个道理对，所以我的影片也一直呼吁什么，也一直都在呼吁专注本业，专注本业。我没有说你做房地产投资，你把房地产投资做成你的本业然后怎样怎样我看过很多那种专职的房地产投资人像我前辈们什么的，那普遍会发生一个现象，因为要吃饭，小孩要读书，要干嘛，要花钱，那会导致说有一些物件，大概你捏在手上都捏得不够久，不要抖，那个就要用钱。那比较理想的是什么？是你去专注你的本业，你是上班的，你就好好上班，下班自己接接案子，做做副业。那你是做生意的，你就认真做生意然后在输得起的情况之下去扩张你规模。比方说你加盟饮料店，那看一看都稳定了，开第二间你不会倒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去开嘛。比方说你创业开公司的那趁着经济好，然后怎么样，你的那个银行借贷可以再大胆一点，就是你去专注你的本业然后房子你就给他买了放着就好了即使你是上班族，你也不会输到哪里去。OK， 好，那这个才是我们平凡的中产阶级的致富之路。我们大家都是一般人，不是专业的投资人那你要做到年化报酬率有高于33.5%，这件事情的难度真的太高了。但如果你只是要你第一间房子就做到这个成绩，就像我们刚才算的你就是买一间房子给它放着，这样就好了你买那蛋白都可以那我刚才是直接把2024的房价涨幅去给它对半砍呢。都还有所以你要赢过那个数字太简单了这个就是台湾房地产的特性叫做政府给你第一间首购身份，给你开5倍的杠杆你看你去买什么东西，什么融资啊、期货那个不算我就说一个商品一个商品你去买一个东西，它怎么有办法让你借那么多钱？你买车
办车贷不是3、5、7年，对啊，你买房子30年、40年，然后成数又低哦，成数又超级低，对，这个就是台湾房地产的特性。那我们也不能讳言哦，就现在的政策，第7波信用管制以后，你的第2间、第3间房子，你要取得同样的报酬是困难的。例如像第2屋5成嘛，所以买第2屋的情况之下，你会输 ETF 大盘哦。但你也不要忘记2件事情：第一，政策是时紧时松，政策是会松绑的哦。第二个，房市的钱是可以滚进股市的，这个我补充一下哈。政策是时紧时松，这个意思是说，像现在。我之前影片也有拍过，帮你复习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搞出一个叫去年919以后搞出叫第7波信用管制，这是央行嘛？哦，央行 OK， 我们来对比一个东西哦，来第7波信用管制哦，这叫信用管制，它出手的单位是央行，内政部的政策哦，就好实价登录哦，然后那个囤房税哦，财政部哦，就行政院体系出来的，出手的单位是财政部，是内政部。这本质上天差地别哦。我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囤房税，一旦上路之后，请问下次要撤掉是什么时候？不会撤掉啊，很难啊。这个要进立法院的呢。不然的话就是要总统直接签行政命令的。但是信用管制是什么？是央行的单位，什么时候撤掉？说撤就撤。这叫施政上没有代价又可以去干预。这个台湾打炒房已经打几年了，从2010年开始打到现在，打15年了嘞。你只要是内政部出手的东西都撤不掉都撤不掉。比方说那个豪宅的限制，内政部也不叫豪宅，内政部叫高价住宅就是豪宅的贷款很差的这件事情，豪宅限这个是内政部单位出来，那你看把它绑成这样绑了10几年。那如果这个是出手的单位是央行，时紧时松那现在的第2屋5成是时紧时松的央行，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OK 就你之后可以去留意一下反正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个松绑的现象，我的频道再拍来讲时紧时松，政策是有可能会被松绑的。松绑不是说推出一个更新的政策，而是说原有政策之下可能会做一些调整然后第2个是房地产的钱不能进房市，可以进股市。对啊，讲的就是转增贷这个我留到八卦的时候再讲。所以你敢的话，你就把钱再贷出来，进股市滚嘛。我知道现在也会有人跳出来说，买股票也可以去质押去买房对啊，好，你去押那股票有个波动那个维持率可能就不够，你可能就要补钱。这个我以为都是大家讲讲干话，没有，我的观众真的有出状况，然后来跟我讲，问我要怎么办。我说我靠，玩那么大，还押股票的钱买房子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说。你再怎样你搞定你自己自住的房子首购就给他贷8成那你要玩股票，你再去玩股票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
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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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房子是防御性的资产，股票是进攻性的资产，我想这个大家都同意嘛那房地产就是说钱滚到这里来，大概都不太会动起来都起来的很慢，然后跌也跌不太下去，就归宿了，可它稳定那股票的我讲股票就是可以来给你一个大起大落这样那进攻跟防御性的资产，那我之前就有提过一个剧本叫做股房双刀流。股房双刀流这5个字是我讲出来的然后我开始看到有一些讨论区来讲这个东西还不错还不错。股房双刀流，我好像变成一个开宗立派这样。股房双刀流是这样就是说先买房，你先买房股跟房你先买房你不要搞那个花式操作说我用股票来赚头期款，想是很美好很简单你看有谁做股票真的是赚到头期款的凤毛麟角。我不能说没有，凤毛麟角你都会去做股票了，你就会觉得说自己是赢的那个嘛，不然干嘛去做然后就会造成很多那种滑铁卢的悲剧。好，先买房再买股先买房等3年或2年或1年随便你那等3年是因为我们要等出一段肉先买房等3年之后干嘛？重新建价你的房子该涨也涨了，重大建设也落成了。你如果是像我这个流派，我们就是追着重大建设买嘛重大建设有落成，或是附近的预售有开案，那个价格又会被拉上去，有新的成交，实价登录都刷新了嘛。实价登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银行不能不认那个进户的物件不能不认。OK， 重新建价之后，看你要增贷还是你要转到另一间银行去贷款然后加减凹一下宽限期，有的话就赚到这样。OK， 好，然后此时要干嘛？你爱做股票去做股票，就这样这样子就可以形成所谓的你又有房子，你又有股票就两种与牛吃得到。好，那这个增贷只要你买的房，像我们在高雄南部。你3年后要增贷，你要增贷出7位数你房子不要买在什么奇怪的地方，那个纳马谢或者什么的话，意思就是说你的实价登录一直有在上升，一直有在跑，你不要买那种奇怪的地方的话，银行建价都会往上跳，然后你要隔了3年，你要再贷款出来的那个7位数，就是100万以上的钱都是简单的。好，此时这个钱你不能流进房地产不能再流进房地产，那你要干嘛？去跟台积电输赢呢？去跟鸿海输赢呢？先说我不了解股票我不了解股票，我股市超不懂的，我只是好多观众都一直讲，然后跟我分析股票怎么样然后看久也会，我念出股票名字，不是我推荐他，是跟人家聊天，他大概都会讲这几只，当然还要讲那种我也没听过了随便那总之就是说，你用房子增贷出来的钱你爱做股票你去做股票，此时你不需要太害怕，你可以大手大脚一点。
大手大脚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这一笔钱的取得成本很低，因为它是房子转出来的嘛，还款年限又长，利息又低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大手大脚点。我比方说，你要是真的给人家增贷200万出来哦，那你20万1/10，你也不要去做股票了，你直接做什么？你直接去做虚拟货币算了哦。就要嗨就嗨到底嘛，哦，它就是1/10嘛，你就可以容忍承受这个超高风险的操作。那你看哦，如果你没有房子哦，你就是直接在那边拿着辛辛苦苦存下的200万，你这个20万哦，1/10的钱你拿去做超高风险的投资，你心中你动不掉哦，真的是动不掉，就会形成一个很影响本业的现象。很影响本业是什么？这个情况我是见识过的。我真的是很讨厌这个现象哦。你不要说我们老板讨厌，我自己我都觉得这个很不 OK 哦。就是说开会的时候嘛，然后大家笔电放桌上那边弄啊，就会看到其他部门的怎么样哦。我演给你看哦，就开会的时候笔电嘛摆得好好的，然后他手伸到那个桌子底下看他的手机，一直看看什么？看股票。哎，大哥，我在上班呢，我在开会呢，在看你的股票，然后他一直看。有什么好看的哦？那这个就是说什么？他投入太多钱了，才会变成这样哦，患得患失啊。如果你是用房贷增贷出来的钱，你就扔在那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算了嘛。比如说我在录这支影片的时候，时间是3月1号星期六，比特币大跌哦，超级大跌，就是以前不都什么10万出头，10万零$1000哦。然后这个比特币哦，在2月28号哦，3月1号就给人家摔破$8万。我想说，我靠，这个玩这个东西的人呢，就像心脏不知道是怎样哦，是不是急诊的这个接诊的病例增加？哎，那个直接哦，就1天之内啊，就直接给他摔破到$78,000吧？对啊，吼，就这样呢，幅度这么大呢，然后一堆人爆仓或有没的，然后那个我朋友在那边聊天说，玩虚拟货币的人都开杠杆哦，没有在那边买现货趴在那里的，他们说什么5倍、10倍合约这样子，然后爆仓一大堆。OK， 好，那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说，如果你拿着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你去做股票啦，哦，你去做期货啦，你去做虚拟货币啊，哦，你这是患得患失到爆，你就会很紧张，你就捏不住，行情来了也捏不住了。哦，那很影响本业了，非常的影响哦。那股票在夯的时候，真的是很夯。我这边搭捷运上下班嘛，然后搭捷运的时候，哦，大家手上在看的都是股票，连女生哦都在看股票哦。然后到了公司以后，哦，然后吃一吃，不知道吃到什么，肚子痛啊，我就去公司的那个大便间里面去大便。好，我在大便，然后外面就是男生的小便斗嘛，哦，好，在那边大我的，在那边滑手机，好 ，OK。来了2个阿弟哦，在那边聊什么？聊股票。好，那边嘻嘻哈哈聊股票。OK， 好，然后听到洗手的声音走了，然后又来2个人，哦，还是阿弟，还是在讲股票。股票夯起来就是这样。哎，上班时间呢，闲聊是闲聊啦，但是你们开会都在看，很诡异。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有去问他说，那你买多少？哦，比较熟阿弟，他就讲说你买多少？他说：“哦，我有做一点资产分配啊，哦，资产配置。我这样讲啊，被他看到他又不高兴哦。不过还是把它讲出来，就说他有做一些资产配置。我想哦，干这厉害，资产配置跟他就喝一样，资产配置哦，所以他的股票里面放35万。我靠，35万还是什么好配置的？莫名其妙。你先买房子嘛，啊，你先买房子，妈到时候一干200万下去，差不多嘛，就这样啊。哦，哎。”不是很懂，然后就为了35万，我不是说这个钱很少，还是我没这个意思。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说，你看，你先买股票哦，用你的薪资去买股票去做高风险的生意，就是如此的患得患失，上下班都在看，然后部位也不大。再说35票给你涨2倍好不好？哦，然后给你35万，那么70万，给你涨破100万，那怎样？你要退休？这就没办法。有一句话叫做“本大利小，利不小”哦。本大利小，利不小，我没有讲错，我再讲一次，本大利小，利不小，意思是说你的本金很肥的时候，哦，那你去做一个2、3、4、5%的东西就好了哦，就好了，你那出来的那个效果也都是好几百万哦。我们要往这个部位前进，我个人认为房地产就是很典型的
本大利小利不小，然后你说那个利小也没小到哪里去啊？应该说你的本都是小的，为什么？因为你首购哦，你只要拿2成出来。所以我呼吁各位朋友哦，走这个剧本，先买房子，3年后增贷有漏了以后，再去看你要去做股票，你要去做虚拟货币，你要去干嘛？你要去玩一些超高风险，那你再去，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那笔钱赔掉你都不会怎样，就不会怎样啊，你就继续还你的房贷就好了啊。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吧？就是说你不会那么的患得患失，上班哦，尿尿、洗手、捷运什么的，通通都盯着你的股票或虚拟货币的 K 线在那边看，没什么好看的哦。那我们做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就是节奏很慢哦。我都觉得那个股票慢慢做起来，真的是影响身心健康，尤其那个虚拟货币，真是影响身心、影响精神状态。房子多好啊，你给它啃耶哦，然后该吃吃该喝喝上班，然后认真工作赚钱，按不按呢哦，然后市场就会给你一定的报酬。为什么？因为通膨啊，因为重大建设啊，因为货币超发，因为货币贬值啊，什么有没的，理由一堆啦。总之就是说，你我都是中产阶级，我们上没有富爸爸哦，下没有什么小孩子生出来是个马斯克哦，生出来是黄仁勋哦，没有这种事情。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的是稳扎稳打。那稳扎稳打，防御性的资产啊，房地产，房地产其实它的利润算不怎么样哦。可是政府给你合法的开5倍杠杆哦，就是你只要准备20%，然后首购就可以买房子啊，你就把它利用起来，不就这样吗？我告诉你哈，如果有一个那个我最近在无聊在看一些日本的动画哦，那很多题材嘛，叫做什么转身异世界，对不对？哦，异世界转身安诺都安诺哦啊，当然那个都是什么魔法跟战斗。不过我就想说，如果有一个人物哈，他就转身到我们台湾，我们现在生活台湾就是他的异世界的话，好，那他的目的是赚钱的话，他会怎么做啊？他不是什么野外去杀一些怪，然后拿到素材去卖，不是这样哦。他一定是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哦。股票是台湾规则是怎么样，房地产台湾规则是怎么样，债券是怎么样，虚拟货币是怎样，然后研究以后要干嘛？哦，他会先去买房子，就这样啊，这就是攻略啊。哦，这也不用暗示吧？像你只要去看那个规则，看久了以后，你就说哇靠，这个房地产这个不买白不买，先买再说，先上车再说，政府保你。那很 OK 哦，防御性的资产先买再说，然后再走什么3年增贷的剧本，你爱做高风险你去做，在这中间时间你要干嘛？还是那句屁话老话，你又听到烦听到腻了哦。你这句话从我嘴巴里面讲出来很奇怪，但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就4个字：专注本业哦，专注本业，上班就好好上班，不要想有没的。然后你对你现在的班不满意，我会说这是你的问题。你要有能力去摆脱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环境啊！温水煮青蛙，青蛙为什么不跳走啊？青蛙就跳不走，还是说怎样？今天来个生命斗士青蛙，它就跳走了。对啊，你要有那个能力去精进你的行为，精进你的技术，精进你的实力，来摆脱一个你不喜欢的环境。你说公司压榨你，你说老板很无脑，你说那个主管很情绪化，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只能在这个环境哦？我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东西来要求我自己哦，我就说我现在领这个薪水很单纯，就因为我废哦，那就去学嘛，就去撞啊，就去认识人嘛，然后想办法去提，结果那个本业收入是这样，我的感受我讲给你听啊，这期八卦聊那么多有没的啊，算了闲聊哦，那就是说我的感受是这样啊，因为我废好，那我就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哦，来个弯道超车，那该付出的时间成本精力，那我也去弄好。就弄，然后我发现，在职场中付出努力的 CP 值超级高，超级高哦。那可能有我们公司自己的问题啊，但我观察到的事情是说，在职场中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怎么努力哦，真的哦，这不好听，但我讲出来的话，不中听啊，但我观察到就是这样哦，都不怎么努力。相当于说，你只要努力一点，你很容易会超过他们，真的哦。那个努力不表现于什么加班时间啊，那个是最没有用的努力。就是比方说要开发客户打电话啊，大家们爱打不打，真的叫爱打不打。然后有一个事情，他们谁谁谁找他去处理，然后他就很高兴就过去，因为他就不用打电话了嘛，就被弄混。那我们就来开发客户写 email， 好，大家写个5封8封，觉得自己有写了，又放置了，没有，我们就每天都写个50封，
哎呀，就是说职场中你努力的 CP 值是很高的，专注本业4个字不是屁话。如果你不满意你的现状哦，你上班的公司，那你要提升一下，很容易跳槽。为什么？因为现在大缺工啊，真的很容易跳槽，大家都找不到人了。你去问你们公司 HR，现在人好找吗？不好找哦。所以你只要稍微努力，很容易去超过他们，应该就会启动一个副本叫升职加薪，不然就是被挖走哦，就是这样。然后一路，这没有很辛苦我觉得哦，你只要稍微努力一下，你很容易会超过，除非你在一个超级顶尖的公司哦。好啦，讲了那么多，总之就是先买房子再说哦，先买房子再说，股票的事情往后面放一放哦。那为什么？因为你未来会有一笔那个很便宜的钱，然后可以让你放胆去做哦，去做超高风险投资的那个都可以哦。所以先买房子吧，就这样。